越南求购 F-16V 战斗机。对的，你没看错，越南现在也想要使用美制武器了。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越南，这次访问发生在美越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为了加强进一步的合作，美越将双方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之前，越南只与4个国家建立了这一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分别是俄罗斯、中国、印度、韩国。这次访问的议题，除了全球产业链、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稀土供应链，据美国估计，越南是继中国之后全球最大的稀土矿藏国。这些议题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军火交易。美国与越南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以便能够达成两国之间有史以来最大的军火协议。双方就这项军火交易进行了初步讨论，这项交易很可能在明年初敲定。这项历史性协议如成功达成，将成为美国和越南之间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两个国家50多年前曾是宿敌，经历过一场持续20年的可怕战争，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场战争于1975年4月30日结束，北越胜利统一了南越，这标志了越南战争的结束。越战结束后，美国对越南实施了全面的武器禁运。21世纪后，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下，2016年美国解除了自越战后以来对越南长达数十年的武器禁运。解除武器禁运后，美国对越南的武器出口在此之前只有海警船只和教练机，没有主要武器装备。越南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是主要来自俄罗斯，大约占了80%。也就是说，越南军队主要用的就是俄制武器。陆军装备俄式火炮坦克，如 T-54、T-90， 空军装备俄式飞机，如苏27、苏30。越南人民空军目前拥有10架苏27、35架苏30和34架苏22，以及一些封存的米格21，共100多架。这些飞机都已显老旧，连2003年向俄罗斯购买的苏30也快要服役20年了。空军的更新换代应该也已上了日程。越南军队的体制、装备、理念基本都是来自前苏联俄罗斯，几十年来本来就一直用俄制装备，按常理，越南首选还是应该会换俄制飞机。但是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正陷于俄乌战争不能自拔，自己攒了几十年的装备正在不断被消耗，自己武器都短缺，哪还有余力帮其他国家生产武器呢？再者，俄军俄空天军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实在是拉胯，从直升机到战斗机被击落了不少，吹得上天入地强大无比的苏武器居然都不敢飞入乌克兰领空执行作战任务。看到这些，我想只要不傻都能看出俄制武器、俄制战机的成色了。便宜是便宜，但不中用啊，越南军队也是会想的呀。所以借此次美越关系提升之际，提出购买 F-16的要求合情合理。美国的大战略重返亚太，需要拉拢一些国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军购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越南为什么不买 F-35、F-15EX 呢？因为越南知道 F-35之类的要和美国是盟友才能买到，现在和美国的关系虽说有了长足进展，但还远不到盟友级，能买到 F-16就已经不错了。F-16V 对越南来说也已经够用了。那 F-16V 到底是什么样的飞机呢？在这里介绍下， F-16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服役，算是很老的飞机了，但 F-16V 或者称为 F-16 Block 7072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F-16战损战斗机的最新升级改进型号，非以前老旧 F-16可同日而语，进行了许多现代化的改进和升级，使其成为了一款高度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最主要的就是 F-16V 加装了最新先进的电子系统，包括先进的雷达、导航和通信设备。其中最显著的改进是引入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的 NAPG-83 主动相控阵雷达，提供更高的探测和跟踪性能。F-16V 具有 Link 16数据链系统，具备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接能力，允许 F-16V 与其他飞机和指挥中心实时共享信息，提高了战场感知和联合作战能力。F-16V 可以携带各种空对空和空对地武器，包括导弹、
炸弹和火箭。其武器系统也经过升级改进，能提供更高的精确度和打击能力。F-16V 的座舱经过升级，拥有大型多功能液晶显示器和现代化的头盔瞄准系统。新的任务计算机能提供更好的信息展示和飞行员界面，这些改进都大大提升了战机的攻击能力。极佳的飞行性能是 F-16 从出现起就具有的特点。经过现代化升级改装的 F-16V 保留了 F-16 系列的优秀飞行性能，包括高速、高机动性和长航程。同时，升级的电子系统和电子战吊舱、电子对抗吊舱，使其在复杂的电子战环境中更具竞争力。结构上的升级，又可将飞机的结构寿命延长 50% 以上，延长飞机可使用时间，降低了成本。虽然 F-16V 仍然被归类为第4代战斗机，但它拥有了一些第5代战斗机的技术。F-16V 对比20年前没有多少电子装备的俄罗斯战机还是很有优势的。F-16V 配备了现代化的电子系统，包括先进的雷达、电子对抗设备和通信系统。这些系统使 F-16V 能够更好地探测、跟踪和击败敌方飞机，并且可以携带各种先进的空导弹和空地导弹，像 AIM-120 中距离空导弹和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等性能出色的导弹，可在远程视距外打击敌方目标。F-16V 是一种灵活多用途战斗机，适用于不同的任务，包括争夺空优、对地攻击、反舰作战和电子战等。现代化的升级使其在现代空战和作战环境中更具竞争力，成为许多国家空军的选择。看到这，越南想要 F-16V 也就不奇怪了。越南要有了这款飞机后，能大大提升其空军的战斗力，替换老旧性能低下的俄式战机。越南传统上依赖价格便宜、使用成本低的俄制飞机，换装美制飞机必定要增加费用和成本。鉴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越南制定特别的融资条款，提供给越南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较长的付款期限，以便使其能够负担购买和运营美国新武器系统的费用。这意味着对越南军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改造进行大量投资。越南对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的兴趣，标志着战略的转变。尽管过去曾是宿敌，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历史性军火交易，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演变。越南年平均进口武器花费20亿美元，已经是全球前20大武器进口国之一。越南的军备现代化和武器来源多样化，将对国际军火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俄罗斯武器市场份额将会继续下降。这一交易也反映出越南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在经济领域，越南去年对美国出口增长 13.6% 至 1093.9 亿美元。美国在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稀土开发与越南的合作发展将会进一步加深。在军事领域，越南会进一步和美国加深合作，允许美国航母潜艇停靠码头补给休整，并且越南还会加大美制武器的采购量，减少俄制武器，来实现现代化升级。美国有重返亚太发展盟友的大战略，越南也有自己的战略，各取所需，共同发展，构筑地缘政治的新格局。